癸未年昧月20，大众好生饿死，莫识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徒在生前千谋百计，奔驰一生，及至死时，如生龟解壳，活鳖落汤，地水火风各自分散，岁月不堪数，故人不知处。因粉身碎骨，徒以桀骜留青史，满目山河空念。是年春，万家灯火熄，予以腹中取，坐长明灯一盏，聊寄阴魂。那人死后3年，蓝忘机痊愈，冷泉里洗去一身病气，换上长袍，戴上抹额，又是一脸如霜覆雪。他闭关这段时间，蓝家已经重新修缮完毕，亭台水榭，钟楼青瓦，一如过往。就连藏书阁窗前那株玉兰，也都是照着原来那个位置栽的，如今正是花季，开得如云如霞。蓝忘机站在一棵郁郁葱葱的古木下，背着碧尘，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睛正远远望着那株开得极好的花。周围虫鸟喧嚣，唯有这一处岑静无声。蓝家小辈们路过他身边时，刻意放慢了脚步，恭恭敬敬地朝他道一声韩光君。他们是射日之争后才入了蓝家的外姓门生，早在战时就目睹过蓝忘机战前杀敌的英姿，仰慕之情几乎是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只可惜蓝忘机在不夜天城身受重伤，返回蓝家后就开始闭关，整整3年，无声无息。听闻韩光君近日出关，一群少年散学后便克制不住地往净室的方向拐。许是缠绵病榻多年的缘故，蓝忘机看着很是瘦弱，一双淡色的眼睛好似琉璃，仿佛能看透世事一般，带着几分苍凉。他朝他们点点头，发觉自己与这生机盎然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。韩光君可是要下山？少年人的眼中带着星火，像白色的飞鸟，天高海阔，无畏无惧。蓝忘机又点点头，思索片刻，却发现自己记不清他们的名字。他一个人待太久了，这世上很多东西早就变了，他需要慢慢适应。忘机，蓝曦臣已走到他面前，可是要下山去？半个月前，蓝曦臣去净室找他，要炉里煮的汤药快要烧干，炉上水雾寥寥，缓缓升空，消散在午后的斜阳中。蓝忘机告诉他，我该下山了。蓝曦臣看向窗外，一只黑雀飞快地消失在蔚蓝深空中。这世上的邪祟妖魔好像永远都除不尽。蓝忘机方一出关，求助的请帖就纷纷送上来。他还和从前一样，不挑选业猎对象，只要有人需要帮助，他就会赶去帮忙。兄长，蓝忘机眼睛半合着，伤已痊愈。蓝曦臣一时哑然，没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伤。见蓝忘机抬起头看他，眼神中已是决然和肯定，便不再多言。他知道蓝忘机出关后一定会下山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看他的样子，是专门站在这里给他辞行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知道自己去了哪里，又会在什么时辰回来。蓝曦臣看着他，心情微妙的希望他说些别的，可最后蓝忘机什么都没说，没说自己去哪里，也没说自己什么时候回家，施礼后便转过了身。蓝曦臣目送他消失在山门的拐角，一个人踏上长长的青石台阶，将120座镇山石兽压在乱葬岗顶后，各大家族开始进行频繁的召魂仪式，同时严查夺舍，搜集各地异象，全力警戒。蓝曦臣便是刚刚从招魂仪式回来的。射日之争后，4大家族开始复兴。然而焚烧损坏的蓝氏仙府，双鬓斑白的叔父，还有遍体鳞伤的蓝忘机，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。他身边所有人都在为了家族、家人，还有自己奔波劳累。那时候，人们不愿意看到任何危险的种子，
只要有一点可能，就要斩草除根。所以，即使他们心知肚明，也许另有隐情，也许他们真是无辜的，却没有人愿意为此发出任何声音。人们太久不见和平，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发出一声的他，自然成为万人攻讦的对象，然后他们把这个声音消灭掉了。所有人都沉浸在重见光明的喜悦中，只有一个人被隔绝在外。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会为那个人的死感到悲痛的人，可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直到那人死后很久，他仍兀自期待着，有一天云开月明，他会放弃一切，与他重逢。记忆回到射日之争，江家与兰家战场相隔甚远，但他们依然能听到有关那人的风言风语。修士们一边依赖他、敬佩他，一边又惧怕他。留守的修士争论着，提到那人同金子轩打起来了，怕是在战场上没杀够性，连敌我都不分了。他去蓝望基帐中看，意料之中没找到人。等他赶到的时候，另一位当事者金子轩已经不见了。那人依旧怒气冲天，站在蓝望基对面，说着句句带刺的话。蓝望基只默默听着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旁人见他们二人起了争执，也不敢上来劝架，直到蓝曦臣走过来，才像见到救星一样围过去。蓝曦臣替他把关心的话问出口，又替他把治疗铁打损伤的药递过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骂他不知好歹，整日给江宗主招惹是非。那人听到了，微微勾起嘴角，挤出一丝无奈的笑容。多谢蓝公子挂心。他的声音轻柔平静，没有太多剑拔弩张的怒火，也没有半点哭天抢地的委屈，只是不知对谁说的。临走时，蓝曦臣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很庆幸自己多看了那一眼，所以他比所有人更早地窥见结局。那人的眼睛宛若两泓清冽泉水，好像什么都已看透了，但却什么都不想计较，不想再多言。而这不带戾气、难得温柔的眼神，是落在自己身旁的人身上的。不过那人很快察觉到了，收回目光，转身离去。蓝曦臣不住叹息，心道：为情所直，必有软肋。这3年来，有关那个人的所有消息已然成为蓝家心照不宣的禁忌。蓝启仁几乎不允许蓝家小辈们说那个人的名字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小心翼翼都是徒劳，因为蓝望基出关后对那人只字未提，甚至有人在他面前高谈阔论那人大名，他脸上也并未流出多余的情绪，仿佛这个人从未在他世界里出现过。有人曾告诉他，人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，是无解的问题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想也没用，所以他们很小就学会了不去想念，不要回头，不等故人。他愿意相信蓝忘机是真的忘记了，用3年时间放下所有心结，决定重新开始。丙戌年昧月21，又过几轮时节，空山无人语，无酒无他，晚风叙旧，烈酒烫喉，一醉又是数年。愿岁并谢，与常有夕。他日泥下同枕，春来折枝绣，有冬雪白头。家主，韩光君在附近夜猎，我们可要与他会合？蓝曦臣点头。上次一别，兄弟2人已有数月未见。自他出关入仕，韩光君的美名又被世人提起，蓝启仁的脸上也渐渐浮上温和之色，对那人的事也不再过多追究。他们都默契地将那人从过往中一笔抹去。在见到蓝忘机时，他的眼神有一丝意外，然而很快平静下来，走上前淡淡地道了声兄长。蓝曦臣问他最近去了哪里，猎了什么东西，可有受伤。蓝忘机一一回答，最后给他看腹部的一处刀伤。明明没做错任何事，蓝忘机却抿着唇道：已经快好了。岁月漫漫，青灯孤影月为伴，他已经成了石，成了冰，
习惯把所有情绪都压抑在了冷峻的面容之下。既然夜猎结束了，为何不及早回去？蓝忘机垂了眼眸。再等等。修士走上来问：家主，韩光君，我们要继续往前吗？蓝曦臣摇摇头，示意他下去。再往前走20里就是夷陵了。蓝曦臣犹豫许久，却还是怕了睹物思人4个字，命人在附近的村落野宿，明日一早就离开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